自我意识觉醒后，我才知道我是小说里的恶毒女配。作为男主沈江北的坐金前女友，我贪财、虚荣、善妒，甚至为了钱逼沈江北去酒店陪富婆睡觉。后来沈江北成了帝都的商业传奇，遇到了明媚善良的女主，我却被她弯曲双眼锁在了地下室。意识到自己的凄惨结局后，我一哆嗦，跪在沈江北面前，声泪俱下道：“我心里还是爱你的呀，老公。”许娇娇，你再说一遍，真的让我去陪别人？沈江北半蹲在我面前，面色阴鸷，眼尾泛着猩红。我此刻正坐在沈江北出租屋的床上，手里还拿着一张酒店的房卡，正伸手递给沈江北。思绪混乱了片刻，我把手里的房卡扔出去，腿一软，跪在了沈江北面前。如果我说我其实有绿帽癖，你信吗？沈江北的眸色更加阴冷，我立刻改口：开个玩笑，我只是考验你一下，看你会不会为了钱背叛我。说完腿更加软。能不软吗？活了18年，直到刚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一本小说里的恶毒女配。3年前被继母赶出家门，在一个肮脏的巷子里被沈江北捡到。沈江北看我可怜，收留了我。这3年来，他在工地上搬砖，在小饭馆打杂，硬是把我好吃好喝的养着我，给我买公主裙，买进口零食，还送我去读了学费昂贵的国际高中。结果我不仅脾气差，动辄打骂沈江北，还染上虚荣的毛病，嫌弃沈江北没钱。沈江北虽然工作不体面，在工地上班，经常灰头土脸的，但是挡不住他作为小说男主那清冷出尘的气质，再加上凌厉的五官，妥妥的糙汉风天花板。甚至还被富婆看上，跟我提出200万买沈江北一夜。原剧情里，我为了200万逼迫沈江北卖身，沈江北终于对我死心，将我赶出家门。没过几天，他就遇到了女主，找到了真爱，并且创业成功，开了第1家公司。后面几年，沈江北和女主甜甜蜜蜜，事业扶摇直上。我却因嫉妒加害女主，最终被暴怒的沈江被弯曲双眼锁进了地下室，在黑暗中了却残生。一想到3年后我悲惨的下场，我就控制不住的双腿发软。许娇娇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嫌弃我，可是我是你的男朋友，你竟然让我去陪别的女人，你就这么爱钱吗？沈江北的目光冰冷如薄刃，声音低沉。我被吓得一哆嗦，结结巴巴的开口：不是啊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只是考验你，你知道的，我成绩差，脾气也差，也不会做饭，只会花你的钱，我怕你被别人抢走，我只是太在乎你了，所以才用这种方式。说着，我还抹了2滴眼泪。面前沈江北审视的目光在我脸上打量着，毕竟我的人设已经在他心中根深蒂固，说的话实在是没什么可信度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他问。当然是真的，我忙不迭点头。说着往前挪了挪，伸手环住了沈江北的腰，脑袋还在他胸口蹭了蹭。沈江北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，毕竟从前我嫌弃他身上脏，连拉个手都要犹豫好久，这还是第一次我对他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。沈江北喉结滚了滚，声音发紧：许娇娇，松开！我抱得更紧了。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我从前确实对你很坏，但是你知道的，我是孤儿，本来就缺少原生家庭的温暖，在感情中，我只有占据主动权，对另一半完全掌控，才能获得安全感。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，我不想你变得有钱，我只想你听我的话，做我一个人的小狗。我头脑风暴，将自己平时看狗血言情剧学到的话术都一股脑全用了出来。沈江北听完沉默了片刻，接着轻叹了口气。他扯开我的胳膊，我身上脏，接着抬手伸到我腿弯下，将我抱了起来，放到了床上。他揉了揉我的头，声音软下来：娇娇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，但是你不是孤儿，我会一直养着你的。他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到我手上，我赚的钱都给你花。他脸微微泛红，我是你一个人的小狗。我瞠目结舌地看着手里的银行卡，就这，不是说冷厉漠然、杀伐决断的人设吗？怎么我这个恶毒女配一个平 A， 他就把大招都交了？这怕不是个恋爱脑吧？我拿着银行卡呆滞的样子落到沈江北眼中，就成了惊讶和感动。他的表情更加诚恳：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买。好。最后，沈江北拍了拍我的头，将我送回了家。是沈江北专门在市中心给我租的公寓，为了我上下学方便。他平时住在工地旁的破旧出租屋，却给我租体面的公寓。平心而论，他对我真的不错的，我这个恶毒女配属实是没有良心了。我又在心里默默谴责了自己一遍。我该去上学了。我在沈江北给我置办的公主衣柜里挑了件淡黄色蕾丝的公主裙，搭配了一双银色细高跟，还背了一个精致的贝壳包包，神清气爽地去了学校。虽然我有了自主意识，但是还是摆脱不了袁叔给我的人设，爱臭美的公主病。刚到学校，就发现许多同学都指着我窃窃私语。我刚坐到座位上，一个穿着棉布白裙、不施粉黛的女孩就朝我走过来。
是本书的女主许安然。娇娇，你看到那个视频了吗？许安然的面容透着紧张，一副娇弱之态。什么视频？我一头雾水。许安然将手机递给我，我看了一会儿，立刻就明白了大家在讨论什么。是学校论坛的一个视频。楼梯拐角处，我对一个身材矮胖的男生告白，递给他一块蛋糕，结果被他一把推开，一个没站稳，从楼梯上滚落下去，还把手里的蛋糕扣到了脸上，狼狈极了。我沉默了。视频里的男生叫林浩，是我和许安然的同班同学，家里开公司，有点小钱。这件事发生在上周，当时我就如同失了值班，去和林浩告了白。事后我无比困惑，我许娇娇作为一个颜狗，怎么能看上林浩？他身高估计也就到沈江北裤腰带上吧。现在我终于恍然，我被无脑剧情控制，做出这样的事也只是为了衬托女主角的正义善良。娇娇，我知道你只是一时糊涂，听同学们说你有男朋友，做出这样的事肯定也不是你的本意。这样吧，你站到讲台上和大家道个歉，这件事就结束了。许安然皱着眉头，一脸正义凛然。可是这件事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周围的同学都附和道：安然，你就是太善良。许娇娇这种拜金女真恶心。听说许娇娇的男朋友在工地上搬砖，肯定又黑又丑又穷，怪不得许娇娇连林浩都能看上。许安然还在输出她的观点：娇娇，忠贞是女孩子最珍贵的东西。你如果拒绝道歉，那么请把你男朋友的联系方式给我，我只能告诉他了。我揉了揉眉心，感到疲惫极了。作者，你要不要看看你这个女主角的人设？活像个傻 X。我挥了挥手，嘴唇轻启，吐出一个字：滚。许安然的眼眶立刻红了。姐姐，你居然这么说我！她跺了跺脚，转身跑了出去。周围立刻追出去一大堆同学。安然，安然，你没事吧？我掏了掏耳朵，从我的贝壳包包里掏出耳机戴上。其实抛开剧情和人设，我也是讨厌许安然的，因为我确实是她姐姐。3年前，我的妹妹许安然要读高中，爸妈想把她送到这所学费昂贵的贵族学校，于是强行让我辍学，打工补贴家用。我不愿意，于是离家出走。结果身无分文的流浪了几天后，被沈江北捡到。尽管知道这只是一本狗血小说，但是我仍然无法谅解父母那毫无缘由的偏心，连带着也不喜欢我那个头顶女主光环的妹妹。不过我也并不打算怎么样她，毕竟人家是女主，而我是炮灰女配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挽回沈江北心中我的形象，这样等他和许安然相遇后，说不定还能给我一笔钱，和我好聚好散，从而摆脱袁叔凄惨的结局。放学后，我无视许安然拦在我面前的胳膊，打车直奔沈江北所在的工地。不过我并不是来找他的。我走进了工地旁的一家破旧的小网吧，网吧老板是一位秃顶的中年男人，看到我眼睛都直了。20分钟后，我和老板交涉成功，喜提网管的兼职，每天4小时，赚80块。我嫌弃地打量了一下柜台后的椅子，从贝壳包包里拿出纸巾擦了擦，才坐了上去。毕竟3年来被沈江北当公主一样供着，养出了一身公主病。天色将晚，网吧陆陆续续来了人，都是一些染着5颜6色头发的年轻人。他们都是早早辍学的底层打工人，平时经常来这个网吧打打游戏。没想到今天一进来，就在这间残破嘈杂的网吧看到了一个穿着漂亮公主裙、妆容精致的漂亮小姑娘。他们都下意识屏住呼吸，痴痴地望着坐在前台的小公主。不一会儿，前台就排起了长队。你好，请问要办卡吗？我笑眯眯地问面前的男人。办卡。男人脸上发烫，结结巴巴地说。好的。老板在一旁笑开了花。突然门口进来一个气场冷冽的男人，他直接走到我身边，将我拦腰扛起，接着就往门口走。沈江北，你干嘛？你放我下来！我在沈江北身上挣扎着，不断拍打他的背。沈江北不说话，默默承受着，走路的步子更加快。沈江北，你弄疼我了！我的声音染了哭腔。闻言，沈江北的速度了下来，掐在我腰间的力道稍稍松了些。他侧头，声音怒而厉：许娇娇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谁让你来的？我就是看你赚钱太辛苦，才想找份兼职的。我想减轻你的负担。沈江北的动作顿住了，他把我放到身侧的一块石头上，弯腰给我整理了整理裙摆。我赌气不看他。你只会凶我，你什么都不懂。我来这里是想离你近一点，我想早点见到你，和你一起回家。沈江北蹲在我身前，墨色的眸子流动着碎芒。对不起，娇娇，是我语气太冲了。我听到老秦说在网吧看到了你，我一时着急就赶过去了。我害怕你在这种地方被欺负。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发顶。你不需要兼职，再等我一段时间，我马上就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了。路灯闪了几下，突然亮起来，散发着昏黄的光，映在沈江北脸上。
我低头看着沈江北的眼睛，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这个好骗的小傻子，轻易就相信了我这出拙劣的戏码。沈江北开着工地的大货车把我送回了家，走之前给我做好了饭。我跟在他身后，在他开门时拉住了他的衣角。沈江北，你什么时候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啊？沈江北明显怔了一下。娇娇，我之前一直嫌弃他在工地上班，工作不体面，别说住一起，就连走一起我都很排斥。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，但是你住在离我那么远的地方，你都不想我的吗？我仰头看沈江北，蹙眉，咬唇，眼含热泪，每个细节都拿捏得很到位。沈江北果然脸上浮现了慌乱。不是的，娇娇，我以为。他垂眸良久后才开口，明天放学我去接你吧。好，我重重的点头，漾开了笑容。送走沈江北，我惬意地扑到小床上，一边刷平板，一边吃着刚才送我回家时沈江北买给我的进口巧克力。沈江北比我想象的要好搞定得多，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，等到沈江北遇到许安然，我就可以洗弃前女友的身份，拿着分手费脱离剧情远走高飞了。在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生活未来可期。第二天放学，惦记着沈江北昨天说的话，一下课我就往校门口走去。果然，在一众来来往往的学生和家长中间，看到了沈江北。他穿着旧旧的黑夹克，眉目清冷，气质出尘。沈江北，我高兴地大喊了一声，动作夸张地朝他挥了挥手。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沈江北的眼神变得柔和，他立刻大跨步朝我走来。在距离我3、5步的时候，被一只白皙娇嫩的胳膊拦住了去路。是许安然。付费截断点，你好，请问是许娇娇的男朋友吗？许安然施施然堵在我和沈江北之间，一脸正气。沈江北的眼神移到他身上，皱了皱眉。许安然朝他颔了颔首，递给他一个手机。我在看到他的动作的时候，就猜到了手机里的内容，是那个我和林浩告白被拒的视频。我心脏重重一跳，完蛋了！我阴恻恻地瞪着许安然，实在不理解这个女主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。那边许安然的小嘴正叭叭说个不停。也许和你说这个有些冒昧，但是如果不说出来，我的良心和教养也不允许。如你所见，许娇娇在和你的恋爱关系中犯有严重的错误，在我善意提醒之后仍然不知悔改，拒不道歉，并且她平常在学校也张扬跋扈，跟同学们。我咬着嘴唇，偷偷观察着沈江北的神情，生怕下一秒他就当街对我家暴。然而沈江北只是淡淡扫了一眼手机屏幕，目光停留了3、5秒，抬手将许安然一把推开。别挡路！许安然猛不丁被挥开，话也没说完，脸上尴尬极了。沈江北走到我身边，接过我的包，面色如常，嗓音温润。娇娇想吃什么？许安然似乎对沈江北无所谓的态度不满意，愤然开口：许娇娇同学不仅对待感情不忠，并且平时铺张浪费，生活奢靡。她明明知道你赚钱不容易，还经常买昂贵的裙子和首饰，就连零食都只吃进口的。所以呢？沈江北不耐烦地打断他，眉眼间结了一层冰霜。许安然见沈江北回应他了，立刻挺直了脊背，不卑不亢答道：他买那些裙子的钱明明可以省下来捐给亚非拉的困难儿童，他们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可是许娇娇却随意挥霍他们的救命钱，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可耻的吗？我被他这番言论震惊得合不上嘴。这就是女主吗？慷他人之慨学的倒不错。许安然一脸倔强之色，仿佛浑身散发着圣母光辉。我决定也要主动出击。我拉住沈江北的袖子晃了晃，双眼水蒙蒙的，透着委屈。老公，要不然我以后不买裙子了。沈江北猛地听到我口中的称呼，耳朵瞬间变成了粉红色。娇娇，你别乱喊。他看向许安然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买的，我喜欢买给他，关你什么事？我不想和女人动手，但是如果你以后再来娇娇面前说这些奇怪的话，惹她不开心，那我不介意动一次手。沈江北的神情阴森可怖，许安然被吓到，后退了几步，咬了咬牙，转身跑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沈江北给我买了淡雪草莓，然后带我去江边吃了法餐，一句也没提那个视频的事。可能是我昨天说的话奏效了，晚上沈江北果然把他的东西搬来了我住的公寓。公寓不大，只有一个主卧和一个客房。他住进了狭小的客房，把主卧留给了我。晚上，我踏着月色，抱着枕头推开了沈江北的房门。我把枕头放在他旁边，轻轻地爬上床，从身后搂住了沈江北的腰。沈江北的身体轻颤了一下，腰间的肌肤发烫。沈江北，我没有喜欢林浩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我没有想要和他告白的。我的脸贴在沈江北背上，小声说着。我想了很久，也不知道如何解释那个视频，毕竟是切实发生的。虽然沈江北并没有追究，但是我还是不放心。毕竟原剧情摆在那里，沈江北作为男主直接决定了我的命运，我不敢赌。我又把身体朝沈江北挪了挪，紧紧贴在他的背上。
你相信我好不好？黑暗中，沈江北的喘息声越发明显。他撑起身子，伸手打开了床边昏暗的台灯，拿出一旁的毯子，三下五除二将我裹起来。我像个蚕宝宝一样眨着眼睛望着他。许娇娇，沈江北的声音凝涩低哑，你不用这样，你喜欢谁都好，编谎话骗我也好，我都心甘情愿被你骗。我愣住。你，沈江北伸手，指腹轻轻挖撒着我的耳朵。你只要能和我在一起就够了。沈江北抱起我，把我送回了房间。他走后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越来越觉得剧情已经混乱到我琢磨不透了。男主和女主本应在1周后才相遇，相遇地点是沈江北兼职的一家小饭店。沈江北被小混混刁难，许安然挺身而出救了他，两个人正式擦出火花。可是如今男女主提前相遇，别说擦出爱的火花，女主还差点因为我这个恶毒女配被沈江北揍。更重要的是，沈江北他很奇怪。原剧情里，沈江北并没有对我这个恶毒女配产生多深的感情，我只是他变强道路上的一个炮灰绊脚石，用来衬托男女主爱情的坎坷。可是如今，沈江北好像越来越脱离角色了，他好像很爱我这个恶毒女配。想到沈江北刚才的话，我心里乱糟糟的，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的入睡。1周后，周末，沈江北早早的出门了，去饭店打工兼职。他除了在工地上班，还零零碎碎兼职了其他零工。吃完沈江北做的早饭，我也收拾了一下，出门前往沈江北兼职的饭店。因为今天是沈江北和许安然相遇的日子，我来到饭店，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，要了一份馄饨。沈江北正在后厨帮忙擦洗桌子。5分钟后，许安然出现了。她穿着粉色碎花连衣裙，扎着高高的马尾，清纯又可爱，周身仿佛都散发着女主的气息，和沈江北很般配。我的心脏突然有些酸涩，大概是馄饨里的醋放多了。突然，坐在我斜前方的几个彪形大汉掀翻了桌子，其中一个人端着一碗面冲进了后厨，身后跟着几个花臂小弟。他们走到沈江北面前，他奶奶的，黑店啊！我都说了，我的这碗凉面要用橄榄油做，我拿试纸一测，居然还是普通油，你们店还想不想开了？那位大汉手里端着一碗凉面，面里插了一根试纸。没错，这本书的剧情就是这么离谱。这个用试纸测试橄榄油的剧情，就是男女浪漫相遇的前奏曲。饭店里吃饭的客人听到动静，都围过去。沈江北站在人群中央，神色淡漠，庞佛没有听到一般，擦拭着桌子。那几个花臂哥见状更加得寸进尺，现在就给我们道歉，然后重新用橄榄油做一碗，我就当事情没有发生过，听听这正常人能说出来的话吗？不过好在女主马上就要站出来了，她将会勇敢地站到沈江北身前，不卑不亢地和那些人讲道理，最终引得众人鼓掌，几个花臂哥含羞而逃。但是许安然在干嘛？怎么还不站出来？我看向站在人群最外围的许安然，他正小心翼翼地探头看着前方的情况，脸上写着害怕和紧张，迟迟不肯迈出脚。而那边沈江北已经被抓住衣领甩到墙上。我有些着急，虽然沈江北作为男主角武力值是不输那些人的，但是这家店是他邻居爷爷开的，他不会选择在这里寻衅滋事，只会忍气吞声。我顾不上其他，走到许安然身边催促，你快去啊，再不去沈江北就挨打了。许安然看着我，一脸惊慌，语无伦次。我害怕，我不想去，反正我是女主，沈江北一定会爱我的，凭什么让我去冒这个险？那些人都是黑社会。我瞪大双眼，在那一瞬间突然明白，许安然她可能是穿书女。其中一个花臂男伸手拍了拍沈江北的脸，你他娘的哑巴了，哥让你重新做一份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冲过去一下挥开男人的手，你做梦呢？我块钱一份的面你还要拿试纸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吃面吃怀孕了。几个花臂男被我一通后呆立当场。沈江北一下将我扯到身后，语气恼怒，许娇娇，你给我回家。我不，我犟道。那边领头的花臂男抬手将手里的面摔到地上，指着我和沈江北，还来人撑腰了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你必须给我重新做，否则你们两个别想走出这家店。可不是我们故意闹事，让大家都来看看，你明明就是态度有问题。我这碗面里为什么不放金针菇？金针菇呢？我气急，瞪着他大喊，在你裤裆里！花臂男恼羞成怒，冲上来就要打我，他被沈江北抓住了手腕。沈江北2、3下将他放倒，然后脱下外套裹住了我的头，打横抱起我离开了饭店。他把我放到公园的长椅上，蹲在我面前，看着我一言不发。许安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递给沈江北一瓶碘伏和一卷绷带，柔声开口，你的手受伤了，包扎一下吧。沈江北侧头看向他手里的东西，停顿片刻，伸手接过。谢谢。沈江北望着许安然，许安然害羞地低头浅笑，画面和谐而美好。许安然说的不错，她是女主，沈江北一定会爱她。
我穿着沈江北的外套，低头用脚踢着石子，心里闷闷的。许安然送完药，却仍然站在那里没有离开。我抬起头，正好和他的眼神撞在一起，那眼神透着倨傲和嫌弃。许娇娇，虽然你也是出于好心，但是你不觉得你今天的行为太过偏激了吗？虽然那些人有错，但是我们要做的是用真诚和爱去感化他们，而不是张口就是脏话。你作为一个女孩子，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些个人素质问题？虽然早已知道许安然是圣母癌晚期，但是听到这番话，我还是再一次被她的三观震惊到了。许安然又看向沈江北，沈江北，虽然许娇娇是过分了一点，但是也算是情有可原。你也别和他计较太多了。我觉得他话还没说完，沈江北的脸色迅速变得难看。他站起身，将手里那瓶碘伏倒在了许安然头上，紫色的液体顺着许安然的头顶淌下来。瞬间，许安然从清纯倔强的小白花变成了邋遢狼狈的女人。沈江北阴鸷的目色透着寒意。你算什么东西，对他指手画脚？我警告过你，别再对他说奇怪的话了吧，赶紧滚！许安然像是不可置信，他瞳孔紧缩，颤抖着牙齿瞪着沈江北，豆大的泪珠从他眼眶中滚落，可怜极了。可是沈江北却没有看一眼，他又蹲到了我身前，握住我的小腿，小腿上有一个小伤口，是刚才混乱中擦伤的。沈江北拿着许安然送来的药，动作轻柔地给我包扎。旁边的许安然看到这一幕，彻底绷不住了，捂住脸转身跑走了。我看着沈江北一脸认真地在我那块马上就要愈合的伤口上吹气，内心无比混乱，剧情彻底崩坏了。沈江北的气息喝在我小腿的肌肤上，引得我不由自主的轻颤。我不自然地咳嗽了一声，开口：“其实不用，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。娇娇，我会让你过上好的生活。”沈江北微微扬头，眼睛湿润幽暗，迎着柔软的光。我和他对视着，心底倏然充斥了奇妙的色意。我点了点头。半个月后，我终于明白了他说的会让我过上好的生活是什么意思。有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上门找到了沈江北，两个人在房间里待了很久。过了几天，沈江北的项目正式启动了。又过了半个月，他的公司上市了。沈江北带我搬了家，是一栋带着花园的小洋楼。他给我置办了更大的公主衣橱，买了更多价值不菲的裙子。他的工作变得很忙，不再有时间每天给我做饭，于是请了专业的营养师，专门负责我的一日三餐。我就像一只芭比娃娃，被沈江北精心呵护着，生活好不惬意。安逸的生活容易滋生惰性，我几乎忘记了要离开沈江北，脱离剧情，安度余生的计划。直到我再次回到学校，自从那次饭店事件，沈江北觉得我受到了惊吓，就给我请了家教，在家里学习。2个月后，我才终于再一次踏进校园。沈江北的事早已传遍学校，再加上他不俗的长相和高冷的性格，竟然被思春期的少女们评为国民老公。我作为沈江北的正牌女友，也自然而然地收获了众人艳羡的目光。班里的同学开始巴结我，一下课就围在我的课桌周围嘘寒问暖。某节体育课，我因为生理期请假回了教室，一推门就看到后排的座位上2具交缠的身体，一个上半身赤裸的雪白娇躯跨坐在一个男人身上，那个男人身材肥硕，油光满面，正一脸销魂的喘气。居然是那个曾经把我推下楼梯的0号。我愣了2秒，随即涌上一阵恶心，离开时不小心碰到课桌，发出了沉闷的声响。2人转头看向我，那个衣衫不整的女人竟然是许安然。所谓的女主居然沦落到和0号在教室苟合。我忍着心底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，转身离开了教室。我坐在楼梯上，咬着手里的牛奶吸管，突然面前投下一片阴影。我抬头，是许安然，她的脸上还泛着不自然的潮红，但是眼神却生冷漠然。许娇娇，看到我这样，你现在得意极了吧？我没说话。同样是有上帝视角，我拿的还是女主剧本，居然被你这个恶毒女配算计了。但是你别得意，都是你命好。明明当年爸妈选择了我，结果你离家出走，竟然遇到了沈江北。你本来应该早早辍学去给我赚学费，但是你却来了和我一样的学校，吃的穿的用的都比我好，凭什么？明明我才是女主，凭什么沈江北把你当宝贝宠着？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，耸了耸肩，认真回答：我不知道为什么剧情突然崩坏了，不知道沈江北为什么对我这么好。我明明是个恶毒女配，本应该拥有被弯曲双眼锁进地下室的结局。我请假了。我回到小洋楼，趁着沈江北不在家，开始收拾行李。我打算离开了。许安然说的对，我不是女主，只是一个炮灰女配，我的结局无法靠自己书写，我也无法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。趁着沈江北对我还有感情，不如拿着钱远走高飞，彻底杜绝那种最坏的可能。我看着衣帽间里的公主裙和包包，狠了狠心，只拿走了沈江北给我的3张黑卡。我买了去加拿大的机票，打算去魁北克定居。
我费劲地拎着行李箱，在2楼楼梯处碰到了沈江北。他提前回来了。娇娇要去哪里？怎么不告诉我？他穿着白衬衫，打着领带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正眉目柔和地看着我。我提着行李箱，满脸尴尬。那个，我去伦敦，不是去香港旅个游。哈哈，你不用送我，我自己去。说着，我就忙不迭地路过他，小跑着朝门口走去。沈江北大步走过来，拉住我的手腕，我送你。真的不用了，你还会回来的，对吗？沈江北竟顾着我的手腕，问道。我没说话，他原来都猜到了。不管娇娇想去哪里，我都愿意送你。如果不想让我送，那就让司机送你。我往你卡里打3000万，不够的话给我发短信。在香港玩的开心点，我在家里等你回来。沈江北放开了我的手，我喉咙发涩。好，我提起行李箱，走出了大门。沈江北的车停在了门口，旁边站着他的司机小韩。见我出来，小韩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，打开后备箱放了进去。后备箱里放着7、8个大大小小的箱子，我好奇地打开，却一下子愣在了原地。我一个一个箱子挨着打开，眼眶越来越湿润，是许许多多还未拆掉牌的衣裙和鞋子，还有包包、项链，甚至还有喜欢吃的那个牌子的巧克力。小韩说，这些东西是沈先生帮您准备的，沈先生吩咐了，让我和您一起去机场，您到了之后，我在那边帮您安顿好就回来，他绝不会妨碍您的，不必担心。我闭上眼睛，沉默片刻，扔下小韩跑回家里。沈江北依然站在那里，身形寂寥。沈江北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你喜欢许安然，还对我特别坏，我害怕。我的声音哽咽，眼泪断线般涌出。沈江北蓦地听到我的声音，猛地转身。娇娇，我怎么会？你不要哭。我看着他无措的样子，突然想要在这崩坏的小说世界里冒险爱他一次。我不想去旅游了，你做油焗大虾给我吃，好不好？我走过去，伸手环住他的脖子，鼻尖蹭在他的锁骨上，朝他撒娇。好，他抱住我，动作小心而轻柔，仿佛我真的是一个易碎的洋娃娃，让他值得轻拿轻放，这辈子只爱许娇娇一个人。